Hello，大家好，我是自留言钩。这一期呢，我们终于拿到了 GFFMC 飞翼高达。兴奋之余也有一点小小忐忑，毕竟呢，这是我魔玩生涯中第一款 GFFMC 高达。不仅要为了自嗨，还要负担起给大家评测的责任。因此呢，这几天也一直在想要怎么将这款模型展示给大家看。如果呢有说的不对或者有歧义的地方呢，欢迎在评论区里指出，谢谢大家。好了，那么借口说了一大堆，接下来我们直接开箱。手续外面的运输包装盒后呢，我们看到这次编号为1025的超合金飞翼高达。正面呢印有飞翼高达的主体图片。这话好像说了跟没说一样吧。侧面呢其实也都是一样的峰回。然后这边。这就没有什么可介绍的了，都一样的。然后呢，我们看背面。一开始呢，可以看到印有是由卡叔设计的初期配色版本的新机动战机高达 W 无尽华尔兹版飞翼高达的字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电影版无尽华尔兹当时的一个插画配色的。另外，通过包装上的喷绘可以看到，整体表面应该是印有一层消光的喷涂。个人呢也比较喜欢这种消光的质感，这对我来说呢算是一个加分项。好了，那我们打开包装盒，看看里面有哪些吧。开盒的过程呢有一点长，我们在这里稍微整理了一下。所有东西呢就在这里了。右边白色的泡沫盒子里放的是本体，我们先放到一边。下面的锡组盒子里面是地台、支架、替换手型和备用的头部天线等等。左边的盒子里呢是翅膀、盾牌、光束步枪等配件。整体来说配件不多，算是中规中矩吧。然后呢，我们再拿回本体，我们不按套路出牌，第一个就先开始盘它。上手后的感觉呢，也许是我第一次碰这玩意儿吧，整体的重量感还是有的。然后再看看前后面的漆面，五味杂陈吧，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了。由于桌面比较粗糙，怕把观众把漆面碰坏，所以保险起见，还是拿到切割垫上来给大家展示吧。可动方面呢，首先是头部，虽然下巴和加特林炮多少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呢，还是可以360度旋转的。耳朵部分呢，可以通过替换键的方式实现展开效果。紧实度呢，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是头部两侧的加特林炮。这里呢也是可以打开的，不过需要注意，打开的角度并不大，千万不要因为用力过猛而酿成惨剧啊。肩部这里呢也有一个联动的展开效果，蓝色的零件向上拉，下面的灰色零件也会随之有一个弹出的效果。最下面这个红色的部分呢也可以手动的向下展开，另一侧呢也操作了一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这个只有左侧展开的时候会略显得有些紧，右边呢就很轻松的可以拉开。手臂位置呢有一个2段展开的效果，使得同时挂载弹仓和盾牌的时候而不会相互影响。整个肩部有一个前后可动的范围，这个角度大概有30度左右。在这里令我比较意外的是，竟然没有拼装模型上的那种旋转可动。想大力出奇迹的朋友呢，一定要当心了。大臂这里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用来挂弹仓的零件的话，理论上是可以达到360度旋转的。小臂的弯折呢，也是可以达到120度左右的。手腕处呢也有一个60度左右的弯曲效果，以及360度的旋转效果。胸部这里呢也有一个联动展开的效果，胸口上方的蓝色零件可以向前拉出，
两侧的散热口位置的黄色零件呢，也会随之的弹出来。根据说明书上说，下方的蓝色零件也可以向下拉动。我尝试了一下，也只拉了不到1毫米的距离。与其说是展开，我更愿意称之为公差吧。腰部可动呢也显得很鸡肋，由于裙甲干涉的缘故，左右也只能轻微的转动一点。前裙甲部分呢也是有一个向侧面和向下的展开效果，可以看到散热片的一些细节。至于侧裙甲，上方的红色零件也是可以展开的，展开后会看到里面有一小片的机翼，这个呢是变形成飞机形态的时候会用的。最后呢再来看看腿部，小腿后面的外甲可以左右展开，展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散热片。下方的外甲呢也是有一个抬起的效果的，展开以后的造型还是很帅气的。至于腿部的可动，膝盖处有一个联动效果外，可弯折的角度大概能达到90度左右，感觉上应该还可以继续弯折下去，但是太紧了，我也就放弃了。好了，本体的可动介绍呢就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配件部分的可动吧。首先是翅膀部分。采用的和剧场版里完全不一样的几何造型，虽然看起来呢展开的部分比较多，但其实都是造型而已，不可动的，一定不要使劲掰。整个翅膀唯一可动的只有连接处的这里，展开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这里的黄色零件里面有个卡扣，一定要解锁后再展开。其实，在后期的把玩中，这里的展开与否对整体的造型并不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只需要注意这儿有一个卡扣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盾牌，漆面不干净的问题还是存在的，还有一些未处理的水口，加上这些白色底漆和消光之后呢，显得会更加明显。除此之外，我这一款还竟然有一点点变形。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并不是造型。在另一侧摸起来很光滑，只有右侧同样的位置摸起来会有一些拉手。这算是中奖呢，还是这就属于正常范围呢？接下来拿的是弹仓收纳，造型上呢还是不错的，但还是老问题，漆面不干净，水口严重，接缝处漏胶，等等等等。弹仓的安装方式呢，就是对准里面的凸起，依次放进3个弹仓。放好之后呢，最外侧上下有2个凸起，向上推或者向下一按，就可以固定到里面了。然后是光束步枪，这里也可以安装3个弹仓。安装方式呢也很简单，后半部分可以拉开，能听到很清脆的声音。第一次的话呢，需要的力气比较大，所以拉开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安装方式也是依次将3个弹仓对准凸起后放入，最后呢再向前一推就完成了。经过测试呢，发现其实整体还是很牢的，不会轻松掉下来。就是不知道这拉开次数多了之后呢，会不会变得松动。好了，主要的各个配件部分的介绍呢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根据说明书来实际变形试一试。
变形的过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整体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变形后的紧实度也还是不错，不会出现松动的现象。和高达形态相比呢，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变形后的飞机形态。如果展示的话呢，我可能会以这个形态来进行展示吧。好了，视频到这里呢也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GFFMC 系列的成品模型玩具在造型方面大可放心，只是对于漆面、水口处理方面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毫不夸张地说，我个人是很失望的。当然，对于有收集这类模型的玩家来说，那可以无视这些，直接入手就好了。如果想尝试接触这一系列玩家的来说，那毕竟原价1000多，至于以后会不会破发，我也不敢确定。但就目前来讲，到国内的价格可能会接近2000了，我觉得可以再等一等。而且这个价格下还存在漆面不干净、异色、水口明显等问题表现，那就真的需要仔细考虑一下了，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可以接受买一个只能远观整体而不可凑近看细节的成品模型了。好了，本期的 GFFMC 飞翼高达的评测就到这里了，我是资料员勾，我们下期再见。